中美两国代表在伦敦进行了2天贸易及关税谈判。德媒说，双方在稀土问题上达成了协议。中国向美国提供稀土，作为交换，美国允许中国留学生继续赴美留学。另外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55%的关税，而中国只对美国商品征收10%的关税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谈出来的协议对中国来说相当不利啊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是给美国提供科技人才以及送钱。我们也知道，美国留学啊，它的学费很贵的哦。凭什么中国反而继续给美国供应稀土呢？难道让美国用中国提供的稀土造出高端武器，然后收拾中国吗？另外，为何中国只对美国商品征收10%的关税，而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55%的关税呢？何来对等？总之，总感觉不对劲。也许是我的智商不够，看不懂。表面看，好像在此次谈判中，中国完全没有捞到任何好处，反而是全盘皆输啊！你们也是这么看的吗？所以呢，请高人们指点一下，否则这个结果很让人费解，因为比谈判前对中国更不利，或者是特朗普这张大嘴巴在胡说八道。我们来看看德国《时代报》的报道，特朗普宣布与中国在稀土问题上达成协议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，美中关税冲突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焦点集中在稀土和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上。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称，美中双方已就稀土争端达成协议。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发文表示，中国在伦敦举行的2天谈判中承诺将提供磁铁及所有必要的稀土，作为交换条件，美方同意不再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。该协议尚需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批准。此前，两国谈判代表曾宣布就贸易关税冲突达成原则性协议，但未透露具体细节。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副总理何立峰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，美方则派出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勒特尼克参与会谈。美国对华商品关税降至55%，特朗普补充表示，他与习近平主席未来将密切合作，进一步向美中贸易开放中国市场，这将成为两国巨大的共赢机遇。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评价此次谈判全面而坦诚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何立峰指出，美中应扩大共识，保持沟通渠道畅通，双方应致力于建立稳定、长效的经济关系。针对美国加征关税这一核心争议，美方表示双方立场也有所接近。一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，根据协议，美国未来可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5%的关税，而中国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%的关税。在伦敦会谈前，中美双方曾于5月中旬在日内瓦举行关税争端升级以来的首次接触，当时达成临时性协议，同意在90天内大幅降低关税。今年4月，特朗普将部分中国商品关税提升至145%，作为反制，中方实施出口管制，并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上调至125%。美国在稀土领域依赖中国，此次谈判聚焦稀土议题绝非偶然。中国主导着全球稀土市场，这类战略性资源对汽车、电子及国防工业中电动机、传感器等产品的制造至关重要。今年4月初，中国对7种稀土及其制成的磁铁实施出口管制，导致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复杂审批程序才能获准出口。而中国在飞机专用设备、芯片设计软件等高科技产品领域则依赖进口，这些产品恰恰是美国实施出口限制的重点。持续数月的美中贸易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。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，始终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政策，尽管双方已达成关税休战协议，但近期紧张氛围再度升温。好，现在咱们看看网民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特朗普撒谎。继续往下。与去年12月相比，当前协议究竟有何突破性变化？再往下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中国是否也知晓此事。
下一则，特朗普的声明如今比朝鲜劳动党的公报更缺乏可信度，我们理当等待中方的官方确认。德国之士点评：很不幸啊，朝鲜劳动党躺着也中枪啊。继续往下，中国在某些关键元素上确实拥有准垄断地位，包括美国必须的那些，任凭特朗普再怎么夸夸其谈也无济于事。再往下，无论谈判代表们今天达成什么协议，过不了几天，特朗普要么又犯注意力缺失症，要么干脆忘记这回事，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新关税。时至今日，若还有人指望美国能遵守合同，那真是活在上个世纪了。下一则，特朗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？可以说一无所获。此前，稀土本就不是什么问题，中国留学生也一直能在哈佛求学。再往下，真的有人认为中国会为了留学生不被美国驱逐，就乖乖交出稀土资源吗？下一则，稀土资源储量本身并非问题，全球储备充足，真正的症结在于其剧毒加工环节。中国若持续将污染物肆意排放到自然环境中，这种环境灾难是任何西方国家都难以承受的，甚至连美国也不例外。若继续当前发展模式，数十年后的中国恐将不再是宜居之地，甚至可能面临生态灭绝的威胁。继续往下，报道中说，特朗普宣布与中国就稀土问题达成协议，然后这位网民说，哈哈，就跟几周来他不断宣称普京即将达成和平协议一个套路，特朗普就是个病态撒谎成性的彻头彻尾失败者，到现在还信他的人该去让医生检查下脑子了。再往下，真是疯狂，特朗普竟能如此迅速地让来自美国的消息彻底丧失公信力。现在听到任何白宫声明，我的反应只剩下行吧，然后坐着等消息，看到到底是确有其事，还是3小时后又会被撤回。下一则，是马斯克已达成协议，马斯克公开道歉并撤回指控，作为交换条件，双方将就其汽车所需的稀土达成协议。继续往下，我还以为中国人更有骨气呢，没有人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做生意了，至少我是再也不会了。再往下，尽管面对种种非议与抨击，唐纳德·特朗普确实为美国争取到了实质性利益。他比德国交通灯执政联盟的那些政客更清楚稀土对经济的重要性，毕竟他是懂商业的。靠道德呼吁，我们连1克这种战略资源都拿不到，但愿莫茨总理能更清醒些。下一则，谁信谁傻，跟现在的美国达成协议简直就是白费功夫。明天那个惩罚佬肯定又要嚷嚷说这是史上最烂协议。再说了，特朗普现在急需好消息来转移国内乱局和暴跌的支持率。继续往下，美国人只认自己的规矩，至少掌权的那部分人是这样。不过我导读过一本书，作者是个50年代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德国人。他说，唯独在美国感受不到热情好客，至少不像他熟悉的其他国家那样。这话或许不假。再往下，当特朗普通过全球交易为美国经济未来保驾护航时，欧盟却忙着通过供应链法案、碳排放税和其他不必要的官僚规定，加速欧洲的去工业化和财富流失，各自按其政见行事罢了。下一则，特朗普成功让美中关系回到了他上任前的状态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折腾这大圈？继续往下，美国得到稀土资源以及给中国商品加55%的基础关税，换来的回报近乎为0。哦，不对，或许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，这不亏啊！欧盟要是不想被中国制造淹没，最好赶紧有样学样。再往下，
这协议说白了就是把特朗普上任前的现状给恢复了，笑死人。下一则，太棒了，几乎恢复了原状，同时成本和依赖性还更高了，真是笔超划算的交易啊！继续往下，别激动，最迟这周末就又作废了，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，都还两说呢。再往下，特朗普的话我半个字都不信，估计今天就能等到中方的辟谣。这蠢货选错对手了，这特朗普啊，简直是想用扑克牌打赢围棋局。再往下，唐纳德·特朗普就是个病态撒谎成性的骗子。下一则，报道里几乎没提具体细节，又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空头宣传。至于后续具体落实，特朗普才不在乎这些呢。继续往下，我实在不确定这篇报道有多准确。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称，该协议允许美国未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5%的关税，而中国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%关税。允许和将要之间，我看可是天壤之别。特朗普大概只是借此保全了面子。至于他是否真会对所有商品征收55%的关税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再往下，棒极了，特朗普解决了一个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存在的问题，真是治国大才呀。下一则，我没理解错吧？美国消费者支付55%关税给美国政府，所以芭比娃娃只会稍微涨价，而美国国库稳赚不赔。美国企业同样缴纳55%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少填几张表格。至于那10%关税和中国留学生，对中国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儿。继续往下，先是倒退3步，再前进3步，特朗普又能把这吹成重大胜利了。哈哈哈哈。再往下，特朗普确实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美国总统，当然是对中国而言。下一则，中国向美国供应稀土的前提是这对中国有利，但这份供应随时可能戛然而止。亲爱的特朗普先生，继续往下，中国实在不该轻信西方，尤其是特朗普，他们那股子折腾人、搞制裁和加关税的瘾头实在太大了。我们看跟贴，而我们也不该信中国，毕竟它至今仍是个抹视人权的专制政权。我们再看跟贴吧，无所谓，我们也不该信任中国，他们对盗窃、无视知识产权以及霸王条款的热衷实在太过强烈。再往下，先是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，现在又签协议要密切合作，这位大人物玩的把戏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套路了。下一则，所以呢，55%的关税之前可能还不到20%，由美国消费者买单，中国学生照样能上哈佛，和以前一样，美国一如既往拿到稀土，等于说美国对华商品加了35%的关税，好一个交易大师呀！再往下，记者似乎真信了美国人能拿到稀土，少付点关税，而中国人只是获得了留学许可，太天真了。中国肯定拿到了更多好处，只不过特朗普在新闻稿里忘了提，而西方媒体就忙着传播这种负面信息。下一则，特朗普在对华关税上的操作从根本上就是错的，尽管细节尚不明朗，但我们几乎都认同这份协议不会给美国带来实质性好处，最终胜出的还是中国。只是那些死忠的特朗普派会唱反调，把这份协议吹嘘成美国的胜利。继续往下，纵火犯居然在自鸣得意，就因为他扑灭了自己放的火，这种荒唐事说出去都没人信。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，特朗普宣布与中国就稀土达成协议，然后这位网民说，
中美之间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税冲突，不过是特朗普自己发完疯又缩回去了，这是老套路了，基本回到原点。没办法，谁让中国一方握着美国另一方急需的东西呢？说到这个，我们的钢铁也是同样情况，这根本没什么好谈的。美国，你想要货，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，否则免谈。哈哈哈，朋友们，大家看到了，德国网民都不怎么待见川建国同志呀，与对拜登的态度完全相反。当时德国人可是很喜欢老拜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